7月11日深夜，华盛顿，一个被克里姆林宫白纸黑字记在恐怖分子名录上，通缉令挂了3年的美国参议员，从基辅回来才36个钟头，栽在了自己家里。救护车5分钟就杵到了他家门口，一道本该没锁的门，把救命的人挡在外头20多分钟，一直挡到里头那口气断了。他可不是个安排好后事的人。第2天早晨的电视通告都定好了， NBC 演播室的灯给他留着。您说说，一个约好了明早直播的人，夜里把自家门从里头拴死了。3天以后，7月14日，一天里头办成了3件事。他抽屉里那份趴了15个月专门掐中俄能源脖子的制裁法案复活了。100%关税的名单上头一个就是中国。他那位一辈子没竞选过1天的妹妹，宣誓坐进了他捂了23年的椅子。1万公里外，习近平的钱袋子何立峰站上了满洲里的铁轨。到今天，他的死亡证明上还印着2字：待定。法医还没有结案，咱们今天替他把案卷摊开，一件一件摆给您看。这盘局里，华盛顿、莫斯科、中南海，家家都觉得自己赢麻了。可一张牌桌上，怎么可能人人都是赢家？欢迎来到江峰奥妙。今天咱们把林赛·格雷厄姆最后的72小时撬开，看看一场猝死怎么从华盛顿一道门栓底下一路烧到满洲里的铁轨上。7月10日，礼拜五，基辅，战争打了4年，他往这座城里钻了10趟。防空警报底下，71岁的老头兴奋地像揣着中奖彩票。他磨了15个月的对俄制裁法案，白宫总算点了头。他冲着镜头管这一刻叫魔法时刻。7月11日，礼拜六，他横跨半个地球飞回华盛顿。傍晚，脚跟还没站热，他主动摸起电话打给川普，聊的不是对俄那把刀，是另一单货 SAVE 选举法案。这法案是个什么物件？说白了，就是共和党保11月中期选举的免死金牌。登记投票，先掏公民身份证明。川普后来亲口学了他的原话 ：“SAVE 法案咱们都齐了。”翻成人话：“兄弟，你的盾牌我给你打好了。”川普回他：“一定办成。”林赛，回头见。俩人还约着，兴许礼拜天就碰面。您把这2天并排一摆。礼拜五，他把对俄的刀交割给了国会。礼拜六傍晚，他把保命的盾交割给了白宫。2份货全出手了。干哪行的都懂这个理，货交完的人最不值钱。当天深夜8点27分，急救中心派车，地址国会山边上一栋联排房，呼叫原因胸痛。可拨打急救中心的不是格雷厄姆本人，是他的日程主管，人远在巴尔的摩。据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同僚转述，格雷厄姆觉出胸口不对，抓起电话打给的是这位主管。主管在电话里问他：“您拨打急救了吗？”他回了一句，就这一句够琢磨半宿。没有，我打给你就是为这个。您咂摸咂摸。一个心脏正在撕的人脑子清楚着呢，绕开了急救电话，把自己这条命递给另一座城里一个排日程的下属。华盛顿的门道他门清。急救电话一响，调度频道全程记者支着耳朵听，参议员的门牌号一报，半小时后镜头比救护车堆得还厚。官当到这个份上，先捂动静再顾命。可那天夜里，他捂的到底是记者还是别的什么？主管替他拨了救护车，还特意给调度员递了句话：门没锁。后半夜1点来钟，死讯递到了川普那里。川普说，几个钟头前电话里的格雷厄姆听着有点累，但一切都好。第2天一早， NBC 与媒体见面照常开播，主持人维尔克对着直播灯给他致哀。那把椅子他坐过63回，这是第64回，椅子空着。节目单上白纸黑字，他本来要聊的正是刚从乌克兰带回来的东西。华盛顿特区首席法医次日给了个初步说法，他可能死于主动脉夹层，就是人身上最粗的
压力最大的那根大血管，里衬撕开了，几分钟人就交代了。71岁，血管早就锈了，1礼拜连续的洲际飞行，出这种问题，医学上挑不出毛病。可您先把这笔账记牢。现在咱们凑到那道门跟前，好好瞧瞧。8点27分派车，几分钟后，救护车就杵到了台阶底下。急救员噔噔上台阶，砸门，里面没人回应，门还是锁着的，里头还别着道门栓。可调度录音里明明白白躺着一句，报警人说门没锁，门栓砸不开，急救员只能干等市警来破门。就这么着，20多分钟没了。要知道，主动脉一撕，人是按分钟往下数的，所以真正要问的是，这道门栓究竟是什么时候插上的？如果门没锁是格雷厄姆亲口告诉主管的，那么他撂下电话的时候门应该开着。如果这句话只是主管自己的判断，那他为什么被当成现场信息递进了911？等急救员踩上台阶，门已经从里头瘪死。从他挂断主管电话到主管拨响911，中间隔了几分钟。从911派车到救护车抵达几分钟，从急救员第一次碰门到警察破门又是几分钟。前门门铃拍到了什么？街面监控拍到了什么？连排房后门有没有人碰过？每一个问题机器里都有时间戳。他跟主管那通电话几点接通，聊了多久？运营商的服务器上刻着几点请求破门，几点开始心肺复苏。调度系统里1秒1格，全是电脑自己盖的章。把2份记录并排往桌上一拍，全按最要命的数字立刻就会蹦出来。格雷厄姆放下电话以后，他的生命究竟在哪一段时间里没人管。可到今天，公众听见的只有调度频道的消息。真正能把时间链闭合的电话记录完整调度时间轴、门铃和街面监控1秒都没放。这还不能证明门后站着一个凶手，但它足够证明一件事，那20多分钟不是空气，有人掌握着它的每1秒，只是到今天还没把它摆到阳光底下。还有一桩，他死后没2天， FBI 的人进了他家，局长帕特尔当众放话， FBI 在协助地方当局，一切必要资源都已到位。您见过哪个71岁老头病死，劳驾联邦调查局登门的？法医那纸初步结论交代了他为什么倒下，可另一半救命的人凭什么被一道门钉在外头？他一个字没碰。死讯一落地，全世界头一个开香槟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豢养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在社交媒体上撂下一句：这个仇俄狂人总算咽气了。官方电视台的标题更省事：美国头号仇俄分子死了。那用词不是送正敌，是形容牲口断气，欢庆了一宿。仇恨到这个成色，得摆2份文件垫底。2023年5月，俄罗斯侦查委员会给他立案，内务部签通缉令，就因为他在基辅冲着泽连斯基说了句美国这笔钱花得最值。2024年2月，俄罗斯金融监管局把他正儿八经登进国家级恐怖分子与极端分子名录。老头当时的回应是笑嘻嘻发了条推：普京政府发的通缉令我当勋章带。一个挂了号的恐怖分子第10趟往基辅钻，当众放话要掐俄罗斯的石油命根子。36小时后血管炸了，死在自家屋里。要问这门手艺谁家祖传？莫斯科的案底能铺一桌子。2004年，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在基辅吃了顿晚饭，毒发在好几天之后，一张脸烂的亲妈都认不出2恶英下在饭里。2006年，叛逃特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喝了杯茶，茶里搁着依附210，他在病床上熬了22天，头发掉光，全世界看着他一天天烂下去。2012年，捅了俄国洗钱网络的商人佩列皮利奇内在伦敦郊外晨跑，一头栽倒，死因栏里写着2字：心脏。4年之后，这案子重新开查，从他胃里验出点东西，
像极了一种毒草。那草的名字您听听，就叫新穗草。2018年，叛逃特工斯克里帕尔耶俩索尔兹波里家门把手上被人抹了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爷俩大白天瘫在街边长椅上口吐白沫。到了2024年夏天，美国情报圈半道结了一单，俄方张罗着做掉德国莱茵金属的老板，20年5个案子一条流水线。现在您把格雷厄姆摆到这条流水线跟前，他在基辅动过的每一幅刀叉，碰过的每一杯水都摆在别人的地盘上，时间人家有，本事人家也有，杀心更是3年前就写在纸上了。咱们频道的老观众也见得多了，另一个大国的密室里恰到好处的心脏骤停从来不是稀罕物。李克强上海游泳心梗，许其亮大清早跑步心梗。心脏这玩意儿是所有黑箱里最听使唤的死因，随叫随到，从不多嘴。话说到这儿，按说该拍板了吧？且慢，把莫斯科按进凶手栏之前，咱先替他们算一笔账。杀了格雷厄姆，克里姆林宫到底能赚着什么？他们图的无非是人死账烂，棋手一倒，法案跟着进棺材。可您看看实际发生了什么？香槟开到第3天，那份法案顶着死人的名字还了魂。如今谁伸手拦，谁就是往烈士棺材板上啐唾沫。活着的格雷厄姆不过是个能被程序拖着走的参议员，死了的格雷厄姆成了一尊谁也搬不动的复仇雕像。这买卖您给算算，喊打喊杀的名声，莫斯科背了3年的刀，他们也举了，出了事还是头一个被全世界指着鼻子的。可这单生意的红利一分没落进他们兜里，天底下没有这么做买卖的。那您就得问了，这顶凶手的帽子到底是给谁捂着的？这个问号先搁这儿，待会儿咱专门掰扯。再退1万步，就算这案子从头到脚干干净净，一滴毒都没有，凶手就没了吗？您把一个71岁血管锈透了的老头卡在基辅和华盛顿2块大陆板子的挤压缝里，逼他1个礼拜横跨半个地球，基辅的承诺，华盛顿的法案，两头都得他负责。他那颗心脏本身就是这场大国博弈上最灵的压力表，表打爆了，人也倒下了。死亡原因那一栏里，以后可能就写的心脏病，结果就是谁的手上都没有血。讲到这儿，先跟各位老朋友插一句，咱们这些年在海外打拼，什么仗都能往后拖，唯独身体这本账拖不起。真正到了要紧时候，权力替不了你疼，钱也替不了你喘气，能拖住人的还是自己这副身子骨。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6年根古法9蒸9晒，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好，咱们接着说。简单说，格雷厄姆死前最后2天分别替华盛顿两派谈妥了一件事。星期五谈妥的是那份对俄制裁法案，关税从原来喊的500%降到100%，同时把什么时候制裁、制裁谁、要不要豁免的决定权交给川普。这个版本格雷厄姆已经同意了。华盛顿建制派保住了大方向，美国继续打击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但是什么时候用这个法案，怎么用都是川普决定。格雷厄姆如果还活着，第2天一定会被记者追问，为什么从500%降到100%？为什么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川普？他和白宫到底交换了什么？这些问题问下去，双方各自让了什么，拿了什么，很可能就会露出来。可格雷厄姆突然死了，一切麻烦都没有了。星期六谈妥的是 SAVE 法案，要求选民登记时必须拿出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川普一直想推，华盛顿建制派却担心他限制投票，
过去并不愿意支持。格雷厄姆去世以后，川普特意公开说，就在他死前几个小时，两人还通过电话谈的正是 SAVE 法案，而且格雷厄姆已经表示赞成。这句话分量很重，格雷厄姆是建制派大佬，现在连他都在死前支持了这项法案，其他建制派再出来反对，就不只是反对川普，还会被问，人刚去世，你们为什么连他最后同意的事情都要拆掉？紧接着，川普又指控中国拿走了 2.2 亿份美国选民资料，把 SAVE 从一项共和党的选举法案直接抬成了国家安全问题。这样一来，反对 SAVE 就会被说成不愿意保护美国选举，继续质疑法案，又会被川普追问为什么不防外国渗透。格雷厄姆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替川普压住了建制派，中国渗透的说法又替川普堵住了反对者。几天后，众议院的预算方案专门拿出100亿美元，准备建立选民身份核验系统。川普拿到的已经不只是一项法案，而是一张可以直接拿去动员中期选举的牌。最绝的是7月14日，格雷厄姆的妹妹达琳直接接替了他的参议员席位，这个席位当然还是共和党的。但达琳以后究竟更靠近华盛顿建制派，还是更听川普的，还不能说死，但是他能够坐上来，至少不会是川普坚决反对的人。所以格雷厄姆一死，获利最大的其实还是川普。建制派拿到方向，川普拿到2把可以自己控制的刀，妹妹接走席位。唯一被死人带走的是这笔交易真正的价码。格雷厄姆和川普之间究竟谈了什么？为什么也很支持 SAVE 法案？其中有没有交换条件？已经没人能再问清楚了。SAVE 法案本身不是关税法案，但川普把它和中国拿走 2.2 亿份美国选民数据的指控绑在一起以后，它就成了北京送给他的另一把刀。这件事到了北戴河，元老完全可以拿来问习近平，你不是一直说中美关系已经稳住了吗？5月刚和川普握完手，访美还在安排，怎么转眼之间中国又成了偷美国选民数据、干预美国选举的对象？如果这项指控是真的，那说明你的人把事情做砸了，给美国留下了把柄。如果不是真的，为什么你连阻止川普把中国盯在这项法案上都做不到？更麻烦的是，它会直接影响中美贸易谈判。SAVE 法案不负责加关税，可他把中国威胁变成了美国中期选举的一张牌。川普一旦靠这个动员选民，接下来谁主张对中国让步，谁就会被攻击成对外国干预选举软弱。这样一来，川普就更难在关税上轻易松口，哪怕他本人想和北京做交易，也必须先摆出更强硬的条件，证明自己没有向一个窃取美国选民数据的国家低头。元老拿到的责难就很具体，本来中美还可以谈买多少货、降多少税，习近平什么时候访美，现在却被你搞成了美国选举安全问题。川普不仅可以拿关税压中国，还可以拿中国动员选票，你等于亲手削弱了北京谈判的价码。还有一份账单落在中俄国门，还是7月14日，华盛顿那边格雷厄姆留下的关税法案刚被重新推上桌。同一天，消失了12天的副总理何立峰在满洲里露面。新华社直到7月17日才放出通稿，说何立峰从14日到16日在满洲里和海拉尔调研外经贸、口岸通关和中欧班列。满洲里不是普通边城，中俄之间大量铁路货运都要从这里进出。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瓦斯、矿产和木材一节节车皮穿过国门。就在华盛顿要对购买俄国能源的国家加征100%关税的时候，分管经济、金融、外贸和中美谈判的何立峰站到了中俄贸易最显眼的一道门口。官媒说，何立峰检查的是通关、班列和向北开放。换成大白话，就是先把账摸清，俄罗斯一天有多少货进中国，美国的关税真砍下来，哪些合约能够暂停，哪些车皮能够减少，中国愿意为普丁承担多大代价。这张账单很快就可能被带到北戴河，
到时候习近平必须回答，为什么5月才和川普握手？华盛顿先递来一张100%关税单，俄罗斯这条生意继续做，代价由谁承担？如果被迫缩小，又由谁承担政治责任？说到这里，前面那个问题也该揭开了，格雷厄姆的死到底便宜了谁？美国建制派拿他的名字重新推动对俄制裁法案，川普把500%的关税降到100%，又把最后是否落刀的权利抓进自己手里。莫斯科少了一个公开敌人，却发现最大的石油买家已经开始盘点边境货运。北京的元老则可能拿着这张关税单继续追问习近平为什么把中国绑在普丁身上。每一方都想利用这场死亡，真正占便宜的却是华盛顿那台运转了200多年的政治机器。格雷厄姆死在华盛顿，最后收到收费单的却是北京。满洲里国门下，一列从西伯利亚开来的油罐车缓缓刹住，车轮还在响，北京却已经开始计算这列车还值不值得继续开进中国。这里是江风奥妙，我们下期再见。